大家好，今天赖医师跟我们一起来看铁拳教育。这一开场就要跳楼。所以他这一片就是在讲说有人被霸凌。就每一集有不同的教育论。哦。핸드폰 안 넣어? 인강이 훨씬 유익해요. 수업 좀 잘하세요. 그게 지금 선생님한테 할 소리야? 기간 되면 정직 선생님. 他现在国高中真的可以放手机在桌上吗？我不知道，我已经 아빠한테 얘기해가지고 정규직 만들어줘요? 아, 개꿀. 真的会有人这样在学校打人吗？哎、这个我看到这个，我真的想到我同学。建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大家都很喜欢他，他是一个就是同性恋，然后就他大一的时候跳楼，我不知道。我记得他大一的时候还有在网咖遇到他，对，所以我就真的觉得这个霸凌蛮恐怖的。血真的会流成这样吗？会啊。他这样会很容易呛到。那如果说他喝到吐啊，那个呕吐物他吸进肺里面，他会变吸入性肺炎。如果他逼人家喝太多，可能会那个酒精中毒死掉。酒精中毒是怎样会死掉？酒精中毒就是酒精它麻痹大脑，所以在严重的时候他会呼吸抑制，然后失去心跳。那另外一个危险是他昏迷以后啊，他喉咙反射会减弱，结果被自己吐出来的东西堵住气管，然后窒息死掉。你酒喝下去啊，血中的酒精浓度它不会立刻上升，要等一下，等它吸收以后才会上升。所以可能人已经倒下去，然后血中的酒精浓度还会继续上升，的确是会喝到醉倒、酒精中毒，然后呼吸抑制。那假设今天我跟我朋友喝酒，那我要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已经酒精中毒？最明显就是一直吐，或者说他倒下去昏迷，然后叫不醒，呼吸啊变得很慢、不规则，或者说他嘴唇有发紫。那我要怎么分他是昏倒还是睡着？哦，如果你听到他的呼吸啊很大声，像打呼一样，然后又是不规则，那可能就是昏迷。那个呼吸声是他呼吸道被部分堵住的一个特征，他的舌头会往后塌陷，然后塞住气管，让他的喉咙变得很窄，那气流勉强通过，就会发出这种很粗的声音。这时候你去算他胸口起伏啊，1分钟他可能会低于8次，或是他吸一口气会间隔超过10秒，这个就是重度呼吸抑制，随时会心跳停止。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也喝酒的状态下，我要怎么算他1分钟的发好，你讲没错，所以我们朋友其实很多人在那一起喝的时候，都会留一个人就是不喝，就是他会帮大家看一下。那你是属于哪一种？那大家都会叫我喝啊。那指甲会发紫，很明显嘛，就大概怎么看？那其实没有很好认，它那个颜色不会说到很紫，所以如果说有涂口红啊或者擦指甲油是根本看不出来。其实最快方式你就测它痛觉，你去捏它那个肩颈交界这边斜方肌，你就用力捏，然后这样转一下。如果它没有反应，然后一动不动，那就是重度昏迷。那为什么不直接让他要8分？哦，不一样，因为你要去那个测它的一个深度痛觉。所以他倒下之前就是看不出来他有没有喝到过量。对，很难判断。而且青少年他其实更危险，因为他们的喝酒啊比较不会想睡，然后所以他有时候会喝到酒精中毒，然后都还醒着。这是只要是青少年就会禁止喝酒。没有，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那还有更核心的理由是，酒精它会伤害在发育的大脑。那人类的大脑神经系统，它到25岁左右才会完全成熟。所以如果你在未成年的时候，然后就去喝酒，那对大脑伤害是很大。我这不是他，我真的很想知道他这个描写是夸饰还是真的有这种状况啊？大家留言。对，大家留言好不好？哇塞！还蛮好笑的。你说那一群仔。他反应真的还蛮好笑的。这好像周杰伦哦。哪里像啊？所以他才是真正男主角，对不对？对，他真的。
时候就会 po 文，像小孩就会发文变动。它断掌哎、你怎么看得这么清楚？它断掌啊，对啊，我也是啊，会断掌。听说断掌打得很痛吗？有吗？至少是有差、啊。他看起来打得很痛。对，巴掌打那么大力，会不会受伤？这一定会啊，这种力道有机会伤到耳膜、中耳甚至内耳，这个打下去会整个头晕耳鸣。为什么会头晕，然后又因为内耳有控制平衡的系统，如果内耳震荡控制平衡的系统会受伤，人就会头晕。耳朵里面有听觉细胞，听觉细胞瞬间震伤的时候会异常放电，异常放电就会耳鸣，就是那种嗡嗡的声音。那这种耳鸣大概要多久才会好？如果只是轻微震到，通常几小时之内就会慢慢退掉。可是如果超过1天都没有减弱，甚至变大声，就代表听觉系统可能真的受伤了。这个受伤是会恢复吗？要看是怎样的受伤。如果耳膜破洞，只要耳朵保持干燥，通常2-3个月自己会长好。但是如果神经被震伤，或是听小骨断了，那就很难自己好了。所以如果就是肩背这样皱啊，没有耳鸣或是耳鸣一下就消失，是不是还好？只能说应该不是严重的耳伤，但不一定没事。如果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像是头晕想吐、耳朵流血、流水，就要去医院了。那这种这么大力会脑震荡？有可能哦，脑组织会在头骨里面晃动，一样可能会造成脑震荡。那大概会有什么症状？最常见就是头痛、头晕、恶心想吐、视力模糊、复视这些。假设今天那个被打，觉得头晕的，我要怎么判断会不会出事？要观察至少24小时，轻微头晕会慢慢退，但如果头晕变严重，开始连续呕吐或是意识改变，那就可能是脑出血，要立刻去挂急诊。那长一皱是有可能就是耳石脱落吗？像刚刚那个人？会哦，不过大部分耳石脱落的原因是自然退化或是局部发炎，外伤造成的很少啦。我刚才来一直讲，他说是内耳受损嘛，他是因为他直接震荡，然后他可能耳膜，然后中耳都受损。应该有听过小时候被家长或是有长辈打耳朵，然后后面耳朵听力就有我有听过，好像有听过说那个同学被打到重听。如果说真的撞到然后会晕晕的，就一定要观察，那是一个脑震荡，然后他的一个鉴别诊断。 대가리가 없어가지고 공포는 경험으로 생기는 거야. 他是演的好红吧？哇，我觉得他们演技真的很好哎。这个会怎样吗？这个压？你说这样子压吗？不会怎么样，很丢脸。以前在心有体罚嘛。啊，在心有，我们会打手心啊，会啊。我们会拿那个热熔胶啊，有热熔胶条打手心啊，还有竹条。不是他汽油哪里来的？为什么大家都有汽油？就我没有。 不然他怎么可能会放火烧啦？他怎么可能都没被烧到？他好像真的没被烧到。对着他喷是可以。不行，这是错误的操作。这支是干粉灭火器，任何的灭火器都不能直接对人喷。就是还没着火的话，我这样喷可以预防它不被烧。没办法，干粉不能预防着火，它现在身上有汽油，如果地面的火真的蔓延过来，它一样会起火，而且这样喷它会被呛伤。灭火是对的，但你要喷地上的火源，不能喷人。直接朝人喷，火不会灭，它身上反而会有一堆化学粉尘。就算他用手挡着，只要他一呼吸，吸进那些粉末，就会让它产生严重的窒息感，甚至引发支气管的痉挛。准则就是对火不对人，除非是整个人燃烧起来的极端保命特例，否则灭火器一律只能对东西喷。那假设今天那个蔡医师就拍片拍，他整个人烧起来的话，我只能喷他了。
应该先叫他停下来、躺下来、滚一滚，停、躺、滚，用物理性来灭火。那如果现场没有水，也没有灭火毯，而且他因为各种原因没办法停、躺、滚，这时候只能直接喷他了。这其实蛮重要的，影片里面都会看到人家好像直接拿灭火器喷人，那不对，一定要打地下火源。对，如果真的有遇到不幸，就是身上有着火的时候，第一件事情，除了当然，如果你手边有很多水，你可以那个尝试把它浇熄，然后或是有一些厚重的衣物，你把它盖住，去让它那个阻隔那个空气，这样子它可能可以灭火。要不然就是一定要就是停着，然后躺下来滚一滚。这个是第几集的片段？哈哈哈。它总共有几集？所以我看第一集和最后一集啊。他真的长得好无辜哦。他看起来很诚恳哎。他真的看起来很诚恳。可是他超坏的。嗯。哦。他刺的是哪个部位？左下腹啊。那边应该是肠子啊。哇！好痛哦！哦，他头好多，好痛哦！他其实当下体感不会到，就是我们看起来那么痛，因为那肾上腺素会分泌。哦。对他这边做得很好哦，就是怎么样都不能让对方把刀拔出来。那个死命卡住这个动作是非常到位，知道说要把那个凶器在里面顶住，这个操作是给满分。所以他现在是把血堵着吧？对，堵着。他怎么他怎么自己拔出来？这不行，这不行。这是严重然后致命的错误。这一把刀大概有10公分长，那刺入左下腹，它有很高的机会会穿过腹壁的肌肉还有腹膜，那伤到里面的大血管还有内脏。那最惨的情况是它会切断髂动脉或是肠系膜大血管。所以他一开始阻止对方拔刀，这个是对的，因为这样可以产生填塞效应去压住血管。那结果他现在拔出来，他伤口失去物理压迫，他的血管会大量喷血。那短时间呢，他可能就会引发失血性休克。所以急救的时候，绝对不能在现场拔刀，一定要固定住凶器，然后减少晃动，立刻送到创伤中心。那如果你到急诊的时候医护人员会在你的手臂上打大号的那个点滴出针，让那个血流可以全部灌进去。已经刺完，反正站起来打，这很合理吗？这其实有可能，但前提是要他的那个大血管它没有被擦破。因为如果你是在那种打架，然后很紧张，然后生死搏杀的一个情况下，交感神经它会瞬间爆发高量的那个肾上腺素，它可以达到一个内源性的止痛，然后强迫周边的血管收缩，去稳住它的那个血压。那这个机制它是可以让你清醒2到3分钟，让你在失血性休克之前做剧烈动作。但如果说他那一刀是有切断那个动脉的话，它很容易就是大出血，可能在半分钟、1分钟之内，它就会进入那个急性的循环衰竭。可是他刺很多刀。对啊，你硬要讲的话，可能它就只有那个刺到肠子或者小静脉。那他刚刚就是说什么缝就好，这是有可能的。这不可能，他那一把刀是很长，所以它一定会进入到腹腔，很高几率会造成那个肠穿孔。那只要肠套破洞，它里面的那个肠液、粪便、细菌，它就会跑进无菌的腹膜腔。所以这个不是说缝一缝它就会好，它等一等它会死掉。这种被刺以后一定要清创
剖腹，然后整个检查，那把他那一些那个受损的那个内脏血管都进行修补，而且还要去冲刷他那一些内脏哦。冲刷是真的用那个大量食盐水，然后在里面就是你把它泡在里面，然后捞起来，然后就是一直换水，弄到它干净。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平常看这一些东西的时候，是真的可以学习一下那个急救知识。那在1976年2月17号，一架6人座的小飞机坠毁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玉米田里，驾驶是41岁的骨科医师 James Steiner。这场意外让他的妻子当场死亡，3个孩子重度昏迷。James Steiner 自己肋骨与脸部骨折，视力受损。他在零下低温的荒野里忍着剧痛，用骨折的手替孩子减伤固定。他们在黑暗中守了整整8个小时，才终于拦到一辆路过的卡车。卡车把他们送到最近的乡下医院。当时的值班医生面对满屋子的重伤患者，显得手足无措，现场一片混乱。James Steiner 出院后说：“当我在野外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都能提供比在那家医院更好的照护。他发现问题不在医护人员身上，而是当时的医疗体系根本没有一套应对重大外伤的抢救规则。不常遇到重大创伤的医生，在极度混乱的急救现场，根本不知道该从何着手。为了不让悲剧重演，James Steiner 决定将急救流程标准化。2年后，他与同事办了第1届急救课程。1980年，这套方法被美国外科医学会正式采用，这就是今天全球都在用的 ATLS 高级创伤生命支持。这套流程把慌张的抢救简化成5个英文字母 A B C D E：Airway、Breathing、Circulation、Disability、Exposure。它没有任何高深的手术技术，它纯粹是一套顺序。它规范人在面临死亡危机的时候，克服惊慌的本能，冷静地照着步骤，把最致命的漏洞一个一个堵上。这套科学顺序，至今在超过80个国家训练了100万名医护，成为全球创伤急救的通用语言。人的一生在遭遇暴力、车祸、起火或各种急症的瞬间，造成严重毁坏的，除了伤害本身，更多的是恐慌引发的连锁反应。学习正确的做法，哪一天身边黑夜降临，这就是你手里唯一的武器。如果你被大力甩巴掌，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为什么他会知道我手机密码？因为刚刚我们前面说灭火器不能直接喷人，不然如果我手上只有一杯手摇，可以直接倒吗？不行啊，太少了啦，除非那一杯是清清福泉。假设今天那个肚子上那插了一把刀不能拔，那个患者要怎么做救护车？很难移动啊。啊，对啊，就这样子啊。遇到坑洞会更惨。假设今天就是那个肚子中刀的人，就是他一直想要就是伸手拔刀，我要怎么阻止他？还是我直接就是刺个拳？你真的要死命压住他的双手，同时大声的恐吓他，拔出来死更快。我同学是那叫什么？我忘记我同学练的那个武术，好像推手是不是？那不就是太极拳是吗？范围？是吗？然后他是全国冠军，然后那时候100多公斤啊，他那个我100多公斤，他每天在那边练，就是练什么马步那一些东西的。那我说练这个马步会有什么意义，或是会进步吗？不是质疑他，是我是好奇。那他说不然你来试试看，他就手贴在我身上啊，然后一发劲，然后就整个那个飞到安全门上，我是真的飞出去，让他吓到了。他一般是跟那个练家子，就是那个对手，没用过一个就是没有学过的，对，所以那个力道真的很大，真的会飞出去。